vivo X80 Pro 看着后摄区域的造型，还有占据一个镜头位置的蔡司 logo， 一看就知道是主打影像的手机。不过它的造型嘛，你们觉得它好看吗？如果你们觉得这台手机好看，打1；如果觉得不好看，打2。在去年年底的颁奖节目中 ，vivo 的 X70 Pro Plus 是获奖最多的一台手机。那么 vivo 的新旗舰 X80 Pro， 我也希望它有很好的表现。虽然说这台手机的后摄各个镜头的功能还有焦段跟 X70 Pro Plus 很相近，不过呢，它也有变化的地方，比如说最新的影像芯片，三星的最新的感光器，还有就是把防抖加到了2倍人像上，还有各个镜头上的各种新的镀膜，总之变化还是有的。不过它也有 X70 Pro Plus 一开始的小毛病，这点呢，你们可以去看中长焦环节啊，注意看下方的进度条。虽然说我们节目的大量时长都是在聊设备，不过我们还是一档摄影节目。我每期呢都会用手机去拍摄一些摄影作品，拍得不好抛砖引玉，希望大家也能参与到摄影中来。前面的照片呢，就是这台手机所拍摄的，希望可以在摄影方面给您一些新的思路、新的想法。欢迎收看 ZPH， 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哦，因为这样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那下面呢，我们就来看看这台 vivo 的 X80 Pro 在影像方面、在光学方面的表现怎么样。X80 Pro 后摄是4颗干活的镜头，没有凑数镜头，分别是主摄、超广角、2倍的中焦和5倍的长焦。在拍摄界面中有4个焦段切换按钮，对应的就是前面说的4颗光学镜头。我手里的这台是骁龙版的，当然这台手机还有天玑版的。不过我相信这2个版本在影像上的区别应该不大，肯定没有换手机的差别大。要不然的话 ，vivo 的公关可就费大劲了。那这台手机后摄有4颗镜头，那么我们一颗一颗的讲。我们先说主摄。从主摄的硬件参数上看，好像跟前一代的产品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感光器的型号变了啊，从 GN1 变成了 GNV 还是 GN5 啊？从主摄的实拍样片上看，色彩好像有点发白啊，但也可能是这个场景的原因啊。光学素质方面，中心画质还可以啊，但是能看出点锐化来。难得的是边角画质控制得很好。要知道这颗主摄的底可不小，而且光圈非常大，1.6的光圈，在这个光圈下，这种边角画质已经算非常不错了。再看下一张主摄的样片，这回颜色还是挺好的。光学素质方面，中心的解析力挺好，可能是场景的原因吧，也看不出多大的锐化了。而且边角画质虽然说稍微有一点下降啊，但是依然属于非常不错的边角画质了。打开主摄的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跟普通模式比，颜色风格还是比较接近的啊，这点不错。在解析力方面，确实有明显的提升。再看超广角镜头，从硬件参数上看呢，感光器面积不小，总像素也不低，跟上一代旗舰比，超广角少了防抖，把防抖挪到了2倍人像上啊，我觉得这点还是挺好的。其实超广角是没有必要加防抖的。相比之下，还是2倍更需要防抖。从超广角的实拍样片上看，视角跟主摄比是大了不少，就是颜色跟主摄有点区别。光学素质方面，中心解析力还是不错的啊，没问题。就是边角画质下降的挺明显。这张超广角的样片在晴天的色彩表现还真是很不错的。那光学素质方面，中心画质没问题啊，边角画质下降的还是挺明显。超广角也有高清模式，4800万像素，在成像风格上跟普通模式很相近啊，这点很好。解析力方面啊，高清模式提升的很明显。再说一下微距拍摄啊，这台手机可以用超广角来拍摄微距，也可以用微距模式来拍，也可以用2倍接近物体来拍。
微距模式和2倍接近去拍实际上都是数码变焦。那如果是清晰度最高的微距模式，还是超广角来拍，从实际的样片上看呢，效果还是挺好的。再看中长焦镜头，先看2倍中焦的，从硬件参数上看，感光器面积不大，但是像素是够用的，着重表扬这回2倍有了光学防抖，还是非常不错的。5倍长焦的参数就有点一般了啊，感光器很小，像素也不高啊，不过有就比没有强，那毕竟有一个5倍的光学镜头嘛。中长焦镜头有一个很重要的性能是对焦性能，但是这台手机的中长焦在对焦测试的时候又出现了频繁切镜头的情况，这点之前 X70 Pro Plus 就出现过，但是那会儿2倍镜头最起码不这样啊。5倍镜头的对焦测试同样的是来回的切镜头，之前 X70 Pro Plus 就这样，但是后来软件升级之后，这个毛病改了，可是到了 X80 Pro 上，它又犯毛病了。虽然说这个问题在实际拍照中并没有什么影响啊，但是我发现之后就是有点别扭啊。不过话说回来，在实际拍摄中确实也没什么影响。现在是主摄2倍、5倍3颗光学镜头在成像上的视角差距，旗舰手机嘛，光学焦段就应该丰富一些。先看2倍镜头跟主摄在拍摄远方时候的解析力差距啊，可以看到2倍镜头的解析力优势还是很明显的。那这颗2倍的中焦要是和主摄的5000万高清模式比呢，依然是2倍的中焦效果更棒。现在是2倍中焦跟5倍长焦的对比，在成像风格上差距有点大啊，但是在解析力方面，5倍长焦在拍摄远方的时候解析力优势还是很大的。vivo 的旗舰手机前摄的拍摄效果真的是非常好，但是长不在我他妈真想不起来拍。那么咱们直接看人像的拍摄效果，虽然说中长焦的臭毛病被保留下来了，但是优点也被保留下来了。这颗中焦拍人像真的是非常的强，在我们去年年底的颁奖节目中， vivo 的手机就拿到了一个最佳人像手机的称号。如果您平时拍照有拍摄人像需求的话，那 vivo 的手机肯定不会让您失望。直出宽容度的表现就说一嘴吧，这台手机在测试的时候没有发现什么瑕疵啊，直出宽容度的表现看起来还是不错的。那具体什么水平呢？咱们对比视频再说。下面说夜景的表现，这台手机的自动夜景是不能关闭的啊，不光是暗的地方它会跳出来，明暗对比比较强的时候也会跳出来，好在成像的时间很快。上一款旗舰 X70 Pro Plus 就获得了我们颁发的最佳夜景手机的称号。虽然说它有自动夜景导乱，但是从实际效果上看，细节呈现确实是最多的。那么这台 X80 Pro 在这种城市灯光照明环境、大光比的场景下呈现出来的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打开夜景模式，女流氓小巷这个比较暗的场景，主摄的表现也是相当的惊人，超广角的表现也挺不错。祖传神树和祖传神树 Pro 场景现在是最暗的时候，因为树叶非常多，远处的灯光根本照不过来。但是 X80 Pro 的表现相当的不错，可以说是到现在为止在这个场景下表现的最棒的手机。视频录制我们用的是多数人使用的默认设置，而且主要看的是防抖的表现怎么样。现在看到的是主摄的表现啊，防抖非常不错啊，颜色非常好看，清晰度也很高。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颜色上没有主摄那么浓烈，好像看着更好一些啊。虽然说没有了光学防抖，但是电子防抖的表现也是不错的啊，清晰度也很好。我这次突然想起来看看录像的宽容度表现怎么样，现在是主摄的表现啊，可以看到还是不错的。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也挺不错啊，暗部细节看得挺清楚，亮部细节也有。我估计有人会说这叫动态范围，不叫宽容度啊，这个其实没有关系啊。动态范围主要指的是硬件，而宽容度呢，主要说的是画面。现在是2倍中焦的录像表现，画面非常好看啊，而且防抖的效果非常好。现在是5倍镜头的录像表现，防抖就稍微差一些了啊，甚至有点小果冻效应，画面还是很漂亮的。夜晚主摄的拍摄表现在防抖方面没有白天强，但是虽然晃，但是果冻效应很少，清晰度也很高。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果冻就比较明显了啊，看着比较闪。录像最暗的场景女流氓小巷，主摄的表现非常惊艳啊，细节非常多，而且防抖的表现已经属于上乘了。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跟主摄就差距比较大了啊。硬件方面，我已经迫不及待的要表扬一下这次用的超声波指纹。我不知道它是不是那个 3D Sonic Max， 但是它真的非常好用。不过我忘了录指纹画面了，你们只能看个屏幕。工业设计方面嘛，我就不太能接受了。前面你们有人打的喜欢吗？哦，对了，刚才看屏幕了，忘了说屏幕了。2K 分辨率啊，显示效果挺细腻，色彩也很不错。
，X80 Pro 的厚度是9.1毫米，但也许是曲面屏或者说是边缘的圆角设计的比较不错啊，我摸起来倒是没觉得有多厚，手机都已经挺厚的了，所以显得后摄凸起就不是那么的厚了。处理器方面是天玑跟骁龙双版本，我估计玩游戏的话或者发热方面可能天玑的更好一些吧，但是影像方面可能差不太多啊，就跟我开头说的那样。但如果我要是能搞到天玑版的话，那就再来一次对比。哦，对了，如果你们谁有的话，欢迎借我啊。OK， 那我们毕竟是聊影像的节目，我们下面就来总结一下这台手机在影像方面的表现。vivo X80 Pro 这台手机可以说是很好的发扬了上一代 X70 Pro Plus 在影像上的优势，主摄的表现很优秀啊，光学素质上乘，当然这是三星的功劳。超广角的表现不算抢眼，但也够用。光学素质虽不拔尖儿，但是从硬件参数上也能看出来这颗镜头不便宜。2倍中焦加上光学防抖，这点非常好评。成像水平优秀啊，5倍长焦虽然像素不高，硬件不厉害，但效果还是有的，肯定比没有光学长焦的手机要强啊。就是2倍跟5倍在对焦测试的时候乱切镜头的现象让我不爽啊。不过在此重申啊，别扭归别扭，不影响使用。人像的表现十分厉害，夜景的表现十分惊人。人像和夜景是这台手机最厉害的地方，这就不是别人的功劳了啊，这都是 vivo 自己修炼内功得到的。录像的表现也没问题，防抖、清晰度、色彩，无论在白天还是晚上都拿得出手。OK， 到结尾了，希望上面内容呢对您在选择方面有所帮助，也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哦。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哦，因为这样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